1986年，当这个被所有人看不起的草台班子聚在一起的时候，整个香港影坛都在等着看这场大笑话。可是他们不知道，这群不被看好的 loser 后来颠覆了全世界的电影。英雄本色拍摄的时候，周润发头上还顶着票房毒药的帽子，拍过20部电影，步步亏本，投资人见了他就躲，连小角色都没人敢找他演。这部片子里，周润发本来也只是客串，露个脸说几句台词就可以了。甚至一开始客串的首选也不是他，是林子祥和郑浩南，但是他们推辞说没有档期。其实客串要什么档期呢？他们就是看不上这部电影而已，所以发哥才捡了漏。这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从票房毒药一跃成为全民偶像的转折点就是这里了。而拍着拍着，大家发现小马哥这个角色实在太有魅力了，所以控制不住，戏份越拍越多。发哥也很配合，没有因此多要片酬，反而让导演组想用多少档期就用多少档期。除了周润发，张国荣当时的处境也没好到哪去。他那时候虽然唱歌已经很火，凭借 Monica 爆红，开启谭张争霸时代，但拍电影的影响力远不及歌坛。他一眼就看中了宋子杰这个角色，想借着这个角色证明自己，可公司却极力反对，觉得这部电影的演员导演都过气，能拍出什么好东西。只是张国荣铁了心要演，硬顶着压力接下了这个角色。而狄龙，他曾经是红极一时的邵氏大侠，结果1985年邵氏转型做电视剧，40岁的他被无情裁员，一张辞退信结束了他20年的青春。失业1年多，他几乎被影坛遗忘。后来吴宇森找他演宋子豪，可以说宋子豪这个角色和狄龙有一定程度上的共振，他们同样在生活里失意。影片里只用了一句话，就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宋子豪和狄龙的辛酸。警官，我没做大哥很久了。而整个剧组的顶梁柱导演吴宇森才是处境最艰难的。1983年，他在泰国拍一部枪战片，那时候道具枪都很贵，就有一个手下人怂恿他用真枪拍，因为在东南亚假枪贵，真枪可是便宜啊。但是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真枪便宜，但是它的杀伤力也摆在那儿呢。一位演员的大腿被真枪击中，受伤住院了。本来那几年吴宇森的票房就不行，出了这档子事，公司二话不说就把他炒了鱿鱼。失业后的吴宇森几乎被整个影坛封杀，没人敢找他拍戏，每天过得浑浑噩噩。就在他快放弃的时候，老朋友徐克拉了他一把，说他那里有个本子，就是没片酬，要不要试试？吴宇森当时就想，反正都已经这么惨了，再惨还能惨到哪去？干脆放手一搏，接下了这个烂摊子，也才有了后来这部封神之作。凑齐了人，拍戏的难度才刚刚开始。剧组穷得叮当响，没钱请昂贵的特效师。拍枪战戏的时候，吴宇森就带着几个小伙子在仓库里反复试验爆炸场面，只为了拍出那种火光冲天的震撼效果。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些枪战爆炸戏，每一个镜头都来之不易。吴宇森对画面要求很高，一点不满意就重新来。有时候一个爆炸镜头要反复试验10几次。仓库里到处都是硝烟和碎片，小伙子们个个弄得灰头土脸，却没有一个人抱怨。有一次拍酒吧爆炸戏，吴宇森觉得之前的效果不够好，就让人重置了爆炸物。等周润发跑下楼的时候，他立马引爆炸弹，火势一下子就窜了起来，差点就烧到周润发。发哥当场就急了，对着吴宇森大喊：“你这是要杀了我啊！”吴宇森也慌了，赶紧跑过去道歉，两个人又笑着继续拍。那时候剧组用的枪大多是仿真枪，这些仿真枪都是从英国进口的，经过专业改装后只能发射空包弹，再加上香港对枪支管制严格，每一把都要经过警察检测才能使用。光是枪支的运输和检测就费了不少功夫，整个拍摄过程中用了数万发空弹，枪声大到附近的居民频频报警。可警察来了之后，发现是吴宇森在拍戏，竟然主动放行，还说自己是他的粉丝。而这简陋的设备拍出来居然效果还很好。你或许不知道，现在我们说的暴力美学就是从《英雄本色》这部电影起源的。后来好莱坞的一些导演们看到这部片子，都被这种风格吸引，纷纷开始借鉴，慢慢把暴力美学带到了全世界的电影里。1986年《英雄本色》上映，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扑街，可结果却狠狠打了所有人的脸。他的票房直接突破3400万港币，打破了当时香港电影的票房纪录，成为了当年的票房冠军。周润发在这部片子之后一跃成为香港影坛的顶流，片约接到手软，不仅商业片一路开挂，他还接拍了不少文艺片，甚至文艺片的票房也跟着一路走高，彻底摆脱了票房毒药的标签。而他在此之后的又一个新高点就是赌神。赌神高进的形象和小马哥一样，成为了影史经典，他也从此成为了全民公认的发哥，火遍了两岸三地，甚至火到了海外。狄龙也凭借宋子豪这个角色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还凭借这个角色拿到了金马奖影帝，彻底摆脱了失业的困境，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张国荣也没有让人失望，本来他和狄龙才是主演，可后来小马哥的戏份越来越多，徐克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就特意给了他一个新角色，《倩女幽魂》里的宁采臣。就是这个角色让张国荣在电影圈彻底站稳脚跟，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从此奠定了他在影坛的地位。
这部片子的意义远不止于成就了几个人。在此之前，香港电影大多都是爱情片，要么就是搞笑片，从来没有一部片子能把黑帮英雄的情谊拍得这么动人。英雄本色之后，香港影坛彻底改变，黑帮英雄类的打斗片开始风靡，开启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的香港影坛人才辈出，佳作不断，影响力传遍了全世界，成为了华语电影的巅峰。可现在再看香港影坛，早已没了当年的风光。为什么呢？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投资，而是所有人都在走捷径，只会粘贴复制。一部电影出来，先看看观众的风口，风向好了就粘贴复制，风向不好就还是重复那些警匪的老一套。但是英雄本色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可以代表那个时代？就是因为它不随波逐流。如果只是一味的迎合风口，再辉煌的时代也终究会落幕。